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各国的居民杠杆率的问题。那所谓居民杠杆率呢，就是一个国家居民的总的债务比上 GDP 的一个比例。那居民杠杆率能反映什么呢？它主要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居民债务的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究竟达到多高的居民杠杆率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也就是老乡扛鼎的能力的极限究竟在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对各国横向、纵向的对比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总体来讲呢，现代社会各国呢普遍都进入了信用消费时代所以贷款买车、贷款买房甚至贷款报培训班，在各个国家呢都变得非常普遍中国呢也不例外。那中国居民呢真正开始大幅加杠杆呢，其实是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此之前呢，总体来讲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呢非常低不到20%的水平。但是08年以后呢，中国居民杠杆率开始呢迅速攀升。那走到今天呢，按照人民银行2021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那截止到2020年末中国总的宏观杠杆率呢已经达到了 279.4% 那这里面呢包括3个部门包括居民、政府和企业，合计呢是 279.4%， 比2019年的这个 255.9% 呢是上升了 23.5个百分点大家不要小看这 23.5个百分点，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幅度因为去年呢为了应对疫情所以推出了一些超常规的刺激政策，整个全球各国呢包括中国杠杆率呢都有所攀升。那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居民的杠杆率呢达到了 72.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表里面这个社科院和国际清算银行 BIS 还有人民银行一共有3个版本的这个杠杆率。那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和社科院呢，它那个杠杆率的统计口径呢是在 62% 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人民银行呢是 72.5% 中间呢相差了10个百分点。那这里面的区别呢主要在于中国人民银行它把没有在金融机构里面的居民贷款呢也进行了统计也就是一些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P2P 等通过这个非金融机构的贷款也统计了进来，相对来说呢就更为全面也更为准确。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国际清算银行 BIS 统计的主要43个国家截止到2020年9月末这个居民杠杆率的一个数据它呢是从高到低排列的。那中国呢在这个表里面的43个国家里面呢排到第22就是这个杠杆率呢排在这个中游的一个水平。那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呢跟这个其他国家相比呢有这么几个特点我帮大家呢做了一个总结。那第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2015年末到2020年9月末这接近5年的时间里，中国居民杠杆率呢是上升最多的一个国家也就是短短5年的时间呢，它上升了 22.2个百分点那其实呢，中国从08年以后到现在，这个整个居民杠杆率的这个攀升幅度呢从10年周期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那排在后面的呢，主要就是韩国、挪威、法国分别上升了18、17.1 11.2个百分点。那中国居民杠杆率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能上升这么多想必呢大家也能猜到，主要呢就是因为15年这个降准降息以后的这个涨价去库存。那中国的房价呢，无论是1线、2线还是3线、4线都经历了普涨。那再加上这2年的房地产销售持续火爆，连年呢创新高，所以总的销售额不断的这个攀升。大家从下面这个表格也可以看到中国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销售强度自15年以后是非常高的，从15年的这个8万亿到16年一跃而上，突破10万亿，达到11.7万亿再往后到2017年13万亿，2018年接近15万亿，到2019年接近16万亿，到了2020年虽然在疫情的冲击下还是突破了17万亿。所以看到这么高的一个销售强度需要居民呢大幅加杠杆才能承接得动如果光拿本金你是不可能承接这么大的销售额的。所以说正是因为有居民杠杆才消化得掉，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中国居民杠杆率这些年上升这么快的原因。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是所有这43个样本国家里面，居民杠杆率的平均值呢是 67.4%。那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值呢是 78%， 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值呢是 50.6% 如果按照这个人民银行 72.5% 的这个居民杠杆率来比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目前呢还是低于这个发达经济体 78% 的这个平均值，但是呢已经远远高于新兴经济体 50.6% 的这个平均值说明中国呢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居民杠杆率
横向跟其他国家相比啊，确实呢已经不低了。但是又因为啊，中国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新兴国家啊，它是呢全球第2大的这个经济体，所以注定呢它的居民啊能够承受的杠杆率呢要比一般的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啊，因为有规模优势嘛，它这个辗转挪腾的空间也大。那总的来讲啊，它的这个杠杆率啊确实也不低了啊，包括跟发达国家，甚至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啊，比如说德国啊、日本啊都超越他们了。那第3个特点呢是。我们看这个全球排名前6的经济体啊，就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还有英国啊，这6大经济体里面呢，其实经过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啊，除了中国以外的5国呢，所有的这个国家的居民杠杆率呢，都有了一个去杠杆的这个势头啊，就是都有所下降。那当然这1-2年啊，尤其是疫情以后呢，又有所提高啊，略有提高。但是不管怎么讲啊，这个08年以后呢，啊这6大经济体里面加杠杆最猛的啊，上升最快的还是中国啊。中国呢，明显是在这个08年以后啊，进入了一个高速加杠杆的阶段。那这个呢啊，主要是因为这个08年以后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啊，其他国家呢不得不经过一个被动去杠杆的一个阶段。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发达国家进行了量化宽松啊，其实也就是他们通过政府加杠杆的这种手段去承接了居民的一些债务。以使得居民的杠杆率呢能够有所下降。那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美国呢，它的居民杠杆率从次贷危机爆发前的这个最高的2008年3月末的 98.6% 啊，就是接近100%这个水平，然后一路呢下降到2020年9月末的 75.2% 啊，下降了23.4个百分点。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一个美国不停的这个进行量化宽松啊，这个不停国债规模不停扩张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政府加杠杆啊，居民降杠杆的一个过程。通过政府加杠杆而承接的这个居民的一部分的债务，使得居民呢有机会就把这个杠杆率逐渐下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位置。那好，那有人说呢，说10次危机9次地产。那其实金融危机呢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居民杠杆率高呢，或者说高到何种程度会发生金融危机呢？或者说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临界值。那居民杠杆率排名前5的，比如说这个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和丹麦，还有加拿大，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杠杆率呢都超过了100%，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发生这种任何危机的这种迹象那回想日本当时在90年代这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它的居民杠杆率呢最高达到了接近70%那个时候呢就危机了美国和英国呢则是杠杆率达到96%以上才出现次贷危机所以说不太好找到一个准确的一个绝对值大体呢你只能找到一个大概的区间或者呢进行一个比较来去测量这个居民杠杆率是否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边缘。好，接着呢再给大家看一张图。那这张图呢它统计的是各个行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那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房地产行业的壮大和膨胀尤其是这个来到2020年一年的销售额呢已经达到了17万亿的这个规模，那自然呢这个行业就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且在这个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上呢也变得越来越大那表格中的这个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呢，它是既包括了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包括了这个政府性基金收入所谓政府性基金收入呢，其中90%基本都是卖地收入。那把这2项合起来呢，它称为这个全口径的财政收入。那可以看到2019年时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呢是达到了27.5万亿的水平那其中呢来自于房地产产业的这个收入占比可以达到40.3%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这个房地产的它统计的2项一项是这个税收相关的，还有一项主要就是卖地收入。那再看趋势我们可以看出从2006年到2019年这个房地产业贡献的财政收入的占比呢是越来越高，而制造业贡献的这个财政收入占比呢却越来越低所以如果再结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就是居民杠杆率的这个提升它承接了这几年每年超过15万亿这个房地产的销售额就是这种销售强度非常高也可以看出就没有居民杠杆率的大幅提升它是根本无法承接的同时呢这个居民杠杆率的提升呢其实也是变相透过房地产这个核心产业支撑了这种广义的财政收入，尤其呢是透过这个土地出让金卖地的这个收入。那最近呢大家相信也看到这个土拍市场这个非常疯狂尤其是实行这个2集中制度以后就是关于这个集中发布土地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土地出让活动
那这个土拍市场啊相当疯狂，这个溢价率之高啊令人恐怖。再次呢出现了这个面粉啊比面包贵的情况。那前几天啊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杭州啊，杭州这个出现了2200年啊建成史上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天啊，这个单天呢这个卖地收入达到了716亿啊，这个一天呢就卖了32块土地。那整个杭州啊，这个2020年一年的这个公共预算收入啊才2000多亿啊，结果它一天的这个卖地收入啊就达到了将近这个1/3还多。那而且有些这个地啊，这个限制的房价，这个超过了6.6万元啊，上面写对吧？那这个周边的二手房呢啊，都已经占上这个1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啊，这个面粉啊又比面包还贵。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啊，关于这个居民杠杆率的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一个对比啊，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还有放在一个跟各国的比较的一个视野中啊，进行了一个对比啊，让我们呢对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啊有一个方位的一个认识啊。好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